我死在公交车爆炸里，再睁眼，系统说300个死人只有1个能复活，货架上全是异能雷击、瞬移、精神控制，玩家们疯抢，货架秒空。我滑到最后一页，拿走最底下的无限财富金币。班长陆明轩选了精神控制，转头骂我：末世要钱有什么用？财迷心窍。班花苏婉晴选获得爱倾笑，我可以获得丧尸的爱，你有吗？我没解释，他们不懂，丧尸从来不是威胁，有异能的人类才是。系统公告：300天后末世开启，只有1个胜者。大家表情变了，没有朋友，全是敌人。我打开世界地图，找到太平洋孤岛，10亿买下，取名永业岛，宣称搞旅游，买10艘游轮，签保密协议，装信号干扰器，收回工人手机。他们笑我傻，我笑他们看不穿。全网训练异能时，我在签合同地表建度假村当烟雾弹，真正的堡垒在地下开工。结盟嘛，红班同学，编号相邻。我没回，和他结盟，最后只剩2人时，他会用精神控制杀了我。这不是结盟，是找替死鬼。末世倒计时299天，我的地下堡垒5米钢铁墙，12个分仓，正在24小时施工，而玩家们还在炫耀各自的异能等级。谁傻啊？时间会。地下堡垒完工，5米钢铁墙，防核弹，防生化，12个分仓，3个自动农场，2个囤够10年的物资，剩下是卧室、医疗室、娱乐室。海湾里藏核潜艇，地下通道直通。我去漂亮国买重型武器作战机器人，钱够多，连核弹都能搞到2颗。最后一步，买下全球航空公司和海运公司。末世前1周，我销毁所有飞机轮船。那个全球首富是你吗？我没回。倒计时7天，小岛只剩我1个人。最后一天凌晨，警报骤响，雷达显示3个飞行异能者穿越礁石群，距离小岛80海里。我浑身冰冷。情报错误，全球不是3个，是4个。第4个，我从未查到。通讯器响起，陆明轩带着笑意：惊喜吗？隐藏玩家的异能是群体传送，带3人一起飞。开门，或者我传送到你头顶。你确定只有你知道这个秘密？屏幕上弹出第4个光点，就在那3个飞行者正下方。我花10亿买的不只是武器，我还买了人。你那个群体传送玩家早就是我的人。海面升起3朵火光。你真正的财阀买的是人心。我走向第14层，里面关着第4个飞行异能者。我囚禁了他199天，只等今天。现在，我要让他替我送一份大礼给末世降临，不是丧尸，是洪水。史前级别的大暴雨，从北到南淹没大陆，持续2个月，水位涨到天台。异能者们懵了，雷击、锋刃、瞬移，在洪水面前全是笑话。火系玩家烧门抢物资，被特警围剿，从楼顶坠落。公屏上，他的名字变灰。我顺着毛肚看直播，像在看电影。77号是全球首富，他肯定有避难所，找到他就能活。世界公屏瞬间爆炸，所有人都在我有求救的，有威胁的，有道德绑架的。我在4国建了避难所，每个能住20人，但只有4个地点，80多人怎么分？我放出地图，标注华国、漂亮国、汉斯国、袋鼠国的位置。先到先得，密码只发1次。玩家们沸腾了，拥有瞬移加速异能的玩家最先动身。配合的不错，天生盟友。我冷笑，他以为我在救人，不，我在筛选。能在洪水中长途跋扈的都是高机动性异能者，也就是对我威胁最大的那批人。我要他们聚在一起，一次性解决。避难所的大门正在等待第一批12人抵达华国避难所。高地，洪水淹不到，大门坚固，内部奢华，有钱就是爽啊！其他玩家还在路上，看见直播后眼睛红了。有人发动加速异能，有人骑自制木筏，有人甚至游泳。求生的欲望撕下所有伪装。资源有限，其他人不用来了。门外，玩家疯狂砸墙，锋刃砍大门，火系烧墙体，精神控制试图催眠里面的人开门，全部无效。我的建筑标准是防核弹级别。说好的20人还能进8个。我有强制密码，东南墙根浮雕砖，转动即开隐藏门。门外玩家冲向隐藏门，一个女生手臂长出藤蔓，绊倒众人抢位置。锋刃玩家斩断藤蔓，反手切掉他的头。火系玩家喷火清场，却被水系玩家压制，2人在火焰中同归于尽。血流成河，为8个位置，几十人厮杀。系统公屏上，死亡数字飞速上升。好手段，但暴露身份，
不怕他们事后报复？事后没有事后了。避难所满员，大门自动关闭，里面的20人正在狂欢。他们不知道，每个避难所内部都埋着500吨炸药，而我从不发没有后手。我按下按钮，4座避难所同时爆炸，冲击波在监控画面里像4朵死亡之花。公屏上，玩家名字成片变灰，116人瞬间清零，幸存84人。我小瞧你了，那些避难所是专门建的坟场。谢谢助攻，没有你的曝光，聚不齐这么多人。我从1年前就在计划，全球能飞到我小岛的异能者已经不存在了。瞬移、加速、飞行，这些高机动性威胁一次性清除。系统提示：恭喜77号成为歼敌最多玩家，获得额外奖励。瞬移任意地点一次，限30日内使用。我保存奖励，30天内用太浪费。这是最后的逃生底牌。4个月后，洪水退去，太阳升起，照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。幸存者们松了口气，以为灾难结束。系统公告：恭喜85位玩家闯过第1关。第2关，末日丧尸。你不是说没有丧尸？系统表示，从没说过，一定没有。我关掉公屏，打开监控，丧尸病毒已在各大陆爆发，而我提前毁了所有交通。太平洋岛国和南极洲成了净土，但病毒会进化，吞噬异能者血肉的丧尸将获得对方能力。智慧型丧尸、异能丧尸正在悄然诞生，游戏才真正。丧尸在各大陆爆发，我提前毁了所有交通。太平洋岛国和南极洲成了病毒真空带。初级丧尸好对付，但病毒传播速度恐怖，变异体出现，速度型、力量型，甚至保留生前智慧的指挥型。最可怕的是，吞噬异能者血肉的丧尸将获得对方能力。一个吃掉火系玩家的丧尸能喷出上千度火焰，陆地网络全毁 ，NPC 靠无线电传递消息。我有6122颗卫星，实时观测全球，玩家数量跌到25人。洪水退去后第90天，我独自吃年夜饭，播放末世前的春晚，屏幕里歌舞升平，屏幕外尸山血海。我拍照发给陆明轩，下一秒，照片出现在世界公屏。77号日子过得舒坦，找到他，杀了他。我等着，如果找得到。关闭界面，我打开玩家档案，25人的异能、弱点、位置全在我手里。我的雇佣兵团队靠我囤积的物资活下来，继续为我卖命。目前3足鼎立，军方、丧尸王、黑帮，就从你开刀。但我没料到，陆明轩也在敲我的头像。他的精神控制虽强，但必须面对面实战。他等不及了，要逼我现身。而逼我现身的方法只有一个，毁掉我的系统公告。第3关，极寒大陆，暴雪席卷全球，连热带岛屿都受影响，电网被压垮，风能潮汐能报废。幸好核能备用还在运转，黑帮首先撑不住。147号虽然能操纵引力，但治下百姓被掠夺殆尽，内部叛乱，异能玩家接连被杀。极寒让丧尸行动迟缓，却也让黑帮的机动优势归零。合作嘛，我在你地盘埋了物资。我怎么信你？条件是对付丧尸王，我组建了科学家团队，研发出丧尸解药。但我武力值为0，只有你能喷洒。147号沉默，他没得选，黑帮残部快冻死了。与此同时，陆明轩的军方势力愈发庞大。我有导弹、航母、军机，你藏到哪都没用。我在公屏摆了个挑衅的手势。他不知道我的精神控制弱点情报是故意泄露的，他必须面对面施展异能，而我永远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但我没料到他会直接对永夜岛发射导弹，数颗导弹轰向岛屿，地动山摇。我躲在地下堡垒，毫发无损，但知道他来了。掩体做得蛮好，那我亲自揪你出来，瓮中捉鳖，我喜欢。汤姆正在靠近我设置的人工礁石，挡不住这种级别的战舰。我打开视频申请，他得意洋洋接通。谁告诉你我在永夜岛？他愣住，画面里是地球全貌，我在太空。瞬移奖励剩余有效。睁大眼睛，我在哪？不可能，我定位过你的位置。那张年夜饭照片是我故意发的。你手下有照片定位异能者，我1年前就查到了。核弹在永夜岛爆炸，我提前埋下的那2颗同时引爆。陆明轩的航母、军队，他本人瞬间气化。100号灰系统刺耳提示：恭喜77号成为歼敌最多玩家。我微笑，引他来永夜岛，而我早已用系统奖励瞬移任意地点传送到空间站。奖励使用完毕，
已失效，玩家还剩24人，军方分裂成3派，互相征伐。丧尸王建立新师国，苏婉晴用获得爱异能成为他最爱的伴侣，实际掌控大权。黑帮残部被147号的副手接管，但147号本人没死。我调阅卫星数据，核弹爆炸前0.3秒，147号用引力扭曲空间，把自己弹射到太平洋某处，重伤但活着。他发来空间站通讯请求，合作，我知道怎么回地面。条件，你空间站的医疗舱，加上你剩下的那枚再生药剂。我思考。他在赌，我也在赌。成交，但送你回地面后各凭本事。147号的全息影像出现在空间站，引力操控到极致，可以撕开空间裂缝。我能送你回地面，但需要你调整空间站轨道，飞到太平洋上空。风险，裂缝不稳定，可能把你撕碎，可能把我立即而死，可能我们一起掉进异空间。成功率30%。我计算，留在空间站补给撑不过半年，必死。赌一把，3成胜机。调整轨道需要12小时，你的伤势撑得住。死不了，但别耍花样。我死了，你也回不去。12小时内，我监控全球。军方3派混战，丧尸王按兵不动。苏婉晴在新师国建立温室，种着末世前的玫瑰。他的获得爱异能对植物也有效。轨道调整完成，147号发动异能，在太空和大气层之间撕开裂缝，跳进去，3秒后落地。3秒从太空。我缓冲了引力，你不会烧成灰，但会有点晕。我带上装备，纵身跃入裂缝，天旋地转，在睁眼时砸进永业岛的海湾里，海水灌入肺部，我挣扎着浮出水面。欠我一剂药，我会来取。远处，丧尸王的巡逻队正在靠近，他们进化出了热感应，但还没发现我。我潜入海底，从水下通道进入地下堡垒。真正的游戏，现在我潜入海底，从水下通道进入地下堡垒，5米钢铁墙隔绝一切。丧尸王的热感应在外面盘旋，无功而返。147号的救生舱信号消失了，他可能死了，可能潜伏。无论如何，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。玩家还剩23人，军方3派混战，丧尸王在扩张，黑帮残部在观望。我需要打破平衡，而关键在苏婉晴。打开监控，我发现他每天下午独自去温室，丧尸王为他建的种着末世前的玫瑰。获得爱异能不是攻击性，但最危险。他让丧尸王爱他，又让几个军方将领偶然爱上他，从而传递情报。苏婉晴每天下午3点独自在温室，无护卫。杀他，丧尸王会发疯，你们可乘乱取胜。他们会不会行动？我在赌人性的贪婪。第二天下午，3颗导弹同时砸向温室，苏婉晴没死，丧尸王在最后0.5秒扑倒护住他，但双腿粉碎。丧尸王暴走，亲自率军踏平军方一派基地，12个玩家。但我的情报来源暴露了，军方2派首领意识到被我利用，联手悬赏我的人头。更糟的是，丧尸王开始怀疑苏婉晴，他的获得爱效果在减弱，因为丧尸王太强大，他的异能撑不住了。救我！我知道丧尸王的弱点，说，它的核心在心脏，但外面有3米厚的骨质装甲，只有分子振动异能能穿透。那个玩家在军方手里，所以你帮我逃离，我帮你拿到那个玩家。我计算风险，他在赌命，我也在赌命。明天凌晨，温室地下有我的逃生通道，自己爬过来。凌晨，苏婉晴拖着残腿爬进通道，我给他打了止痛剂，没给再生药剂，那是底牌，不能轻易用。分子振动玩家叫陈峰，被军方关在地下监狱，他的异能能震碎任何物质，军方想用它破你的堡垒。位置：东京 XXX， 北纬 XXX， 但那里有3重防御，你进不去。我不用进去。我打开通讯器，联系军方另一派首领。陈峰的位置换你敌对派首领的位置，公平交易。他上钩了。2小时后，2派火并，监狱防守空虚，我派雇佣兵潜入，没救陈峰，而是给他送了件礼物。这份礼物伪装成营养剂的纳米炸弹，吃下去48小时后不取出就会爆炸。听我的，你活；不听，你死。陈峰盯着炸弹，又盯着我的人。他没得选，他没得选。吞下。你要我做什么？震碎丧尸王的心脏装甲，时机我来定。你怎知我会听话？因为你也想杀他，他吃了你弟弟，对吧？陈峰瞳孔收缩，情报正确。
他的分子震动觉醒那天，弟弟被丧尸王吞噬，他加入军方就是为了复仇。时机到了，我会通知你。我离开监狱，回到堡垒。你利用所有人，包括你，所以别信任我。末世里不利用人的早就死了，你活得久，因为你诚实面对自己的卑鄙。监控显示，丧尸王正在疯狂搜寻苏婉清，所过之处，尘世化为废墟。我策划了一场大戏，先让苏婉清偶然被军方巡逻队发现，他被迫透露，丧尸王今晚会进攻军方 B 基地，因为那里有新研发的抗病毒血清。军方两派立刻联合在 B 基地设伏，同时我通知丧尸王 B 基地是陷阱，但 A 基地空虚，且陈峰在那里，吃了陈峰，他能获得分子震动，再无弱点。丧尸王分兵两路，主力去 A 基地，偏师去 B 基地踩陷阱。凌晨 ，B 基地爆炸声震天，军方和丧尸偏师血战，双方损失惨重。A 基地丧尸王亲自降临，撕开大门，吞掉陈峰。陈峰体内的纳米炸弹同时被触发，爆炸从内部撕裂丧尸王，他咆哮在身，但分子震动破坏了核心结构。陈峰死前发动最后一击，心脏装甲碎裂，丧尸王跪倒，被随后赶来的军方残余轰成渣。101号灰，但丧尸群没有崩溃。一只女性丧尸走出阴影，吞噬了丧尸王的残骸。苏婉晴，她的获得爱意能让丧尸群爱她，服从她，她成了新丧尸王。公屏上，她发来视频，双腿已在身，眼神却变了，更冷，更疯。谢谢你清理旧王，现在我是唯一的女王，来投奔我，我让你当男宠。我关掉视频，玩家还剩11人，军方两派首领都死了，残余合并成新军，由147号接管。他不知何时康复，收编了残部，黑帮彻底消失，三足鼎立，变成双雄争霸。147号的军方 VS 苏婉晴的尸国，而我被双方通缉，躲在地下堡垒，等待下。我启动最终计划，地心堡垒。永业岛地下还有第3层，我从未告诉任何人。那里没有通往地面的通道，只有核潜艇能到达。我转移了所有物资，炸毁上层通道。从卫星上看，永业岛已成废墟，钢铁大门扭曲，像被暴力攻破。147号和苏婉清都以为我死了，他们开始互相征伐，争夺大陆霸权。我在地心层打开全球监控，147号的引力操控已恢复，它能撕开空间短距离移动。苏婉清的尸国扩张迅速，但有个致命缺陷，丧尸需要血肉，而大陆上的活人越来越少。我计算着，当他们两败俱伤时，就是我出手之机。但系统突然公告，玩家存活时间达标，开启第4关，资源枯竭，所有自然食物水源将在30天后永久消失。30天，没有新食物，没有新水源，存粮决定一切。147号率先行动，用引力撕开空间，突袭各方粮仓。苏婉清驱使丧尸群挖掘地下水，但病毒污染了水源，喝下去会变成丧尸。我的地心堡垒有10年存粮，但30天后，10年存粮成了无价之宝。我不能再躲，必须主动出击，减少竞争者。第一步，散布消息。永业岛地下有末日堡垒，存粮够100人吃50年。147号和苏婉晴都收到消息，他们本在交战，现在同时转向永业岛。第二步，我在海面布置假入口，通往早已埋满炸药的上层废墟。第三步，真正的地心层入口只有我知道。147号和苏婉晴的先锋部队同时抵达，他们互相攻击，又同时冲进假入口。我按下按钮，上层废墟坍塌，埋葬双方上千兵力。但2个 BOSS 会，苏婉清和147号都来了。苏婉清乘尸潮而来，海面下是数以万计的游泳丧尸。147号撕开空间，直接出现在岛上空。他们没立刻开战，因为发现入口被埋，需要合作挖掘。先找到77号，再分胜负。可以。他们联手清理废墟，找到通往地下的阶梯，这是我故意留下的。阶梯尽头是钢铁大门，上面刻着我的留言：存粮在此，能者得之，但门只能容纳1人通过。你们谁进？苏婉清和147号对视，同时出手。引力 VS 尸潮，空间撕裂 VS 病毒侵蚀。永业岛被战斗余波撕裂，地震、海啸、空间裂缝。我在地心层感受震动，大门是陷阱，后面是核弹发射井。他们谁进去都会触发，但2人都没上当。战斗僵持时，第三方出现了系统光球，游戏运行超时，启动加速机制，投放灭绝者，无差别清除玩家。苏婉清的尸潮被激光扫射，灰飞烟灭。
147号的空间撕裂对他们无效，他们能自我修复。合作，你知道弱点。我确实知道。系统公告关键词：机械、激光、能量核心、胸口核心需要超高温熔毁。苏婉晴让丧尸自爆，凭什么？不照做，你先死。他照做了。丧尸自爆产生3000度高温，机械战士胸口熔毁，还剩5个。147号把他们扔进空间裂缝，他咬牙，全力发动异能，5个机械战士被吸入，但147号也力竭倒地。苏婉晴的尸爪悬在他头顶，杀了他！你独自对付剩下的机械战士。系统说投放10个，我们只解决5个。我们达成临时协议，我提供机械战士情报，他们保护我活到最后一关之后，各凭本事。协议第1条，共享地心堡垒。147号住东舱，苏婉晴住西舱，我在中枢，3方通道独立。协议第2条，共同防御。我研发出电磁脉冲武器，需要147号的引力压缩，和苏婉晴的丧尸导电体配合。协议第3条，任何一方违反协议，另外2方联手剿灭。我们签字，系统公证。这是末世以来第1份3方协议，也是最脆弱的。每天我们互相防备，又不得不合作。147号恢复实力，苏婉晴的狮群在地下养殖层饲养，玩家数量8人，除了我们3个，还有5个散人躲在全球角落。系统公告，第5关大惊喜，30天内玩家必须减至3人，否则全员抹杀。8人减至3人，意味着5人必须死。先杀散人，他们弱，容易找。苏婉晴同意，我沉默，但也同意。散人名单在我手中。第1个目标，隐身异能者躲在亚马逊雨林。147号撕开空间，直接降临，引力挤压，雨林方圆100米塌陷，隐身者无所遁形，被苏婉晴的丧尸分食。还剩4个散人，和我们3个，共7人，还需死4人。接下来我们中有人要死了。147，你最弱，没异能，靠钱和脑子。现在钱没用，脑子也快到极限了。他的异能对主角无效，因为主角对女人没兴趣。他死了，谁提供机械战士情报？谁管理农场？我来学，或者你也可以死。杀我之前看看这个。147号的引力操控需要消耗自身细胞寿命，每次撕开空间，他都在衰老。视频显示，他的细胞年龄实际25岁，生理年龄47岁。你在全力战斗3次就会老死。苏婉晴，你确定要和一个快死的人联手杀我？苏婉晴后退，147号脸色铁青。你从哪里？我买的不仅是武器，还有全球顶级实验室。你的体检报告我1年前就拿到了。协议破裂，但没人动手，3方制衡，重新建立。我发现更糟的是，苏婉晴在偷偷接触散人，她想组建第4方势力，打破平衡。你想做什么？147号快死了，你也靠不住，我要自己赢。怎么赢？获得爱的终极形态，让系统爱上我，修改规则。他疯了，但末世里，疯子往往走得最远。系统倒计时25天，还需死4。我研究系统规则，发现漏洞。第5关要求25天内减至3人，但没说必须是活着的3人，也没说不能是同一个人的3个分身。什么意思？我有个道具克隆舱，能制造完美克隆体，共享记忆，但独立生命。系统判定克隆体为独立玩家。你要克隆自己？不，我要克隆你们。克隆147号和苏婉晴各1个，加上本体，共5个玩家。系统判定5人，实际只有3个意识。克隆体有独立生命，可以死亡来满足系统要求。克隆你们，让你们死1次，满足5人减至3人的条件。之后克隆体销毁，我们3个本体存活。你疯了！克隆体有自我意识，销毁等于谋杀。末世里，你在乎这个？他沉默。147号思考：克隆体死亡，算我们死过吗？系统会不会判定本体死亡？这就是赌的地方。我们赌了。克隆舱启动。147号的克隆体先出舱，拥有25岁时的身体，记忆同步到此刻。我感觉很奇怪。我知道我会被销毁，但我不想死。系统倒计时20天。克隆苏婉晴更极端，他的获得爱，让他爱上了我，因为是我创造了他。不要销毁我，我可以帮你对付本体。内战提前。克隆147号攻击本体，引力对引力，空间裂缝遍布地心层。克隆苏婉晴释放病毒，感染本体的狮群。
我比他有感情，选我。我启动紧急预案，电磁脉冲，瘫痪所有克隆体的神经接口。我留了后门，但克隆苏婉晴在瘫痪前用最后力气咬了我一口。她的异能变异能把记忆像病毒一样传播。我跪地，头痛欲裂。本体苏婉晴趁机杀了她，但记忆病毒已生效。我开始看到她的记忆：末世前的平凡生活，被系统选中的恐惧，第一次杀人的呕吐，逐渐麻木的过程。现在你懂我了。系统倒计时15天，玩家数量：本体3人，克隆体1人，瘫痪4人。记忆融合需要48小时，这期间我会做出他的反应，说他的台词，甚至用他的思维方式。那还是你吗？不知道，但如果你发现我彻底变成他，杀了我。我把自己锁在中枢舱，开始与另一个意识搏斗。2个记忆库在脑海里碰撞，像2股海浪互相吞噬。谁能赢？是我。记忆病毒不是控制，是融合。48小时后，我的意识里多了苏婉晴的情感模块。我开始理解她的冷酷不是天生，是系统逼迫我。开始质疑自己的冷酷是不是也在变成她。147号的本体杀了克隆体，但自己也重伤。融合吧，像克隆体说的那样，成为完整的人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你的脑子，我的异能，苏婉晴的病毒控制，我们3人融合，能创造出超越系统的存在。这是147号的真正目的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克隆计划的漏洞，在等这个机会。系统说只有一个圣者，但没说圣者必须是人类。我们可以成为新神。苏婉晴的本体也同意了，他的获得爱异能成为被万物爱戴的神性。我拒绝，但他们不需要我同意。重伤的147号用最后引力把3人强行拉入融合舱。舱门关闭前，我启动了最后的后手，地心层自毁程序，目标融合舱。你们想要神性，我送你们归西。融合舱启动瞬间，自毁程序爆炸，不是乌棒，是预埋的万吨炸药。你连自己一起杀？我计算过，融合舱能承受3000吨，你们在里面分担冲击，剩下的7000吨会毁掉地心层，但我有紧急逃生舱。你疯了！舱门关闭，3000吨炸药引爆，地动山。融合舱在3000吨炸药撞击下出现裂缝，但没有粉碎。147号和苏婉晴在冲击中重伤，融合程序中断。我启动紧急逃生舱，却发现舱门被变形卡住。系统提示：逃生舱受损，启动备用方案。备用方案是系统保护机制。检测到违规行为，融合将创造不可控变量，禁止投放保护机制。光球展开护盾，挡住剩余冲击波。147号在护盾外被撕碎，灰飞烟灭。苏婉晴重伤逃出，我因站在护盾中心，仅被擦伤。玩家数量2人，我和重伤的苏婉晴。第5关提前结束。第6关最终对决，2人减至1人，胜者复活，败者抹杀。到头来还是我们2个。我走过去，给他注射止痛剂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杀一个站不起来的人。等你恢复，公平对决。你有我的记忆，应该恨我才对。我有你的记忆，所以理解你。理解不等于认同。我离开，给他48小时。同时，我在废墟中找到147号的遗物，它的引力核心已碎裂，无能量反应。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48小时，我准备最后手段。系统说，无限财富不是异能，但我在末世1年里用钱做到了只有异能者才能做到的事。这是另一种异能资源操控。我还有最后一张牌，卫星天基武器，300颗装载乌棒的卫星，还剩1半可用。但苏婉晴也有底牌，她的获得爱在濒死时变异，现在能获得非生命体的爱，让建筑不塌，让武器卡壳，让环境成为她的盟友。48小时后，我们在永夜岛表面相见，岛屿已半毁，海平面上升，天空是核冬天般的灰暗。你来了，谢谢你等我。开始吧。他抬手，大大的震动，不是引力，是岛屿本身在回应他的爱。建筑残骸飞起，组成巨像。我抬头，卫星群在轨道调整，乌棒进入投掷程序。你操控死物，我操控天机，看谁快。乌棒坠落，速度达到20马赫。苏婉晴的巨像举起手臂，岛屿的岩石、钢铁、海水组成盾牌，撞击，冲击波掀翻海面，永夜岛彻底碎裂，巨像崩溃。但乌棒也被偏移，只擦中他的肩膀，他吐血，但笑了。你杀不死被爱的人，除非世界本身不爱我。我启动第2波、第3波，他的防御越来越慢，但我的卫星
也在被他的环境之爱干扰。电子设备短路，轨道偏移。第10波乌棒时，只剩最后一颗卫星可用，他只剩最后一口气，躺在浮冰上。为什么世界还爱我？因为你真的爱他。末世里，只有你还会对一朵花说早安。这是他的记忆告诉我的。他冷酷，但对非生命体有病态的温柔。我举起枪，对准他的头。他没有防御了。开枪吧！我扣扳机，枪卡壳，他的枪卡壳，但我笑了。你以为我没准备？我扔掉枪，从怀里掏出最初的那枚金币，无限财富的具象化。它不能攻击，但有隐藏属性交易，仅限最终对决使用。系统，我要交易，用全部财富换他一条命。系统沉默，这是规则内的请求。最终对决特殊权限。财富在此世界已无用，你确定？确定，但有个条件，他必须放弃玩家身份，成为 NPC， 永远留在这个世界。苏婉清愣住。你爱过这个世界，那就留下守护了。我回去见我的家人。系统判定交易有效。苏婉清的玩家身份剥离，成为末世世界的第一个原生神，灵爱之神。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让我看到末世里还能有爱，虽然病态，但真实。系统公告显示，玩家剩余1人，77号，甚至，但交易导致财富清零，无法支付复活能量，启动备用方案，记忆献祭。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复活，但会失去末世全部记忆。作为交换，保留对家人的记忆。我僵住。复活是为了见家人，如果失去末世记忆，另一个选择，留在末世世界，保留全部记忆，成为第2个原生神灵财富之神。留下吧，这个世界需要你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亲手参与毁灭又重建的世界。倒计时50秒。我打开记忆库，查看关于家人的画面：父母的笑，母亲的菜，父亲的沉默，但骄傲的眼神。40秒，我又查看末世记忆：陆明轩的背叛，147号的疯狂，苏婉晴的转变，我自己的冷酷与成长。30秒，我发现末世1年的记忆，让我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能策划100人死亡的财阀。这种变化，家人能接受吗？20秒，我注意到金币还在发光，它已不属于我，但似乎在回应什么。10秒，我做出 choice。系统，我选第3个选项。只存在2个选项。你说过只有一个胜者，但我创造了第2种可能。现在我要创造第3种用金币的残余能量支付复活费用。金币是系统核心碎片，价值足够。系统计算5秒。批准。独特方案。你将失去末世记忆，保留金币作为普通纪念品，复活至现实世界。0秒。白光坠落，睁眼。醒了，他醒了。我微笑，不记得怎么死的，不记得末世，但记得我赢了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我的手里有一枚普通金币。微微出院后，我试图恢复正常生活，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那枚金币，普通得可疑，但放在桌上会偶尔微微发热。父母说我昏迷了1年，公交车爆炸的幸存者只有我一个，其他299人全部死亡。299人，这个数字刺痛我。我不记得为什么，但觉得应该记住。我开始画设计图，地下堡垒的结构，自动农场的布局，核潜艇的维护流程。画完才惊觉，我从没学过这些。噩梦频繁出现，洪水、丧尸、机械战士。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你答应过回来。”醒来时，金币偶尔发热。我去医院检查，脑部扫描显示异常，海马体有未知连接，像被植入过外来记忆。可能是创伤后应激产生虚假记忆。但我知道不是假的，那些技能，那些设计图，那些对末世规则的直觉，都真实存在。最奇怪的是，我开始偶尔感觉被注视，不是普通人，他们的动作太协调，眼神太冷静，像训练有素的军人。我按照直觉甩掉他们，躲进废弃工厂。金币突然剧烈发热，指引我找到隐藏的地下室，里面有全套装备、武器、通讯器、伪造证件，还有一封信。77号，如果你读到这个，说明你的记忆封印出现了裂缝。有些玩家在最后一刻用异能逃脱了系统清除，带着记忆和弱化版异能回到现实。他们在猎杀知情者。你手中的金币是系统核心碎片，能感应其他碎片，填信功能雇员。147号，他不是在核弹里死了吗？我拿起金币，按照信中的方法集中精神，石头开始发热，眼前浮现模糊画面，像另一个世界的片段。跟踪者找到了工厂，他们破门而入，动作快得不似人类。
我咬牙，按照直觉从后门。我在城市中逃亡，金币持续发热，画面越来越清晰。那是末世的世界，灰暗的天空，废墟，还有一个女人的背影。跟踪者越来越多，他们不说话，配合默契，像共享意识的群体。我躲进地铁隧道，金币突然投射出全息影像。你终于感应到我了。金币是双向门，你封印了记忆，但没封印连接。现实世界有系统残余，那些跟踪者是清除程序，要抹除所有漏洞。我怎么关闭连接？你不该关闭147号没死透，他的意识寄生在系统残余里，正在重启末世游戏。你需要回来，彻底消灭他。我不记得怎么战斗。肌肉记忆还在，而且你有这个，这不是异能，是系统权限。你是唯一有权限的人类。跟踪者涌入隧道，我念出指令，金币爆发强光，周围时间静止，只有3秒。我冲出包围，逃向城市边缘。那里有一座废弃建筑，金币指引的方向，建筑地下室有一台休眠舱，和末世里的一模一样。舱门上还刻着我熟悉的编号77。躺进去，这是前系统维护员留下的后门，用你金币的残余能量就能启动。回来，结束这一切，然后你可以真正自由。我看着舱门，不记得，但熟悉。我躺了，休眠舱启动，再睁眼，站在永夜岛废墟，天空是2个世界重叠的诡异景象。现实的蓝天和末世的灰云交替闪烁，像2幅被强行拼接的油画。边界处不断有电火花噼啪作响。苏婉清实体出现，不再是神灵形态，而是普通人类样子。他把神力全部注入了金币，维持通道。他的白发比记忆中更多，眼角有了细纹，显然这具躯体正在快速衰老。时间不多，147号寄生在系统核心，正在吞噬其他世界的玩家数据。等它恢复，2个世界都会崩溃。怎么消灭它？系统有自毁程序，但需要胜者权限激活。你是唯一有权限的人，代价是2个世界永久分离，你再也回不了现实，我也再也去不了。我们会成为界外者，在夹缝中生存。我看着她，这个我曾经利用、背叛，最后救下的女人。她的手指在颤抖，但眼神和末世里一样倔强。开始吧。他带我到地心层深处，那里有一台巨大的机器，系统核心实体，表面流动着液态金属，像一颗缓慢跳动的心脏。77号，又见面了。你以为赢了？我只是假死，等你们2败俱伤。这次没有2败俱伤，只有同归于尽。我启动自毁程序。你疯了！你会永远困在夹缝，总比让你毁灭2个世界强。倒计时60秒。一起。自毁程序启动，但出现了意外，系统核心没有毁灭，而是剥离了147号的寄生体，把它压缩成一枚黑色芯片，表面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能量纹路，像凝固的血丝。紧急协议，系统无法自毁，但可封印，芯片需永久保管，否则147号会再次逃脱。保管在哪？只有界外者能携带。你们已成为界外者。世界分离开始，现实和末世的景象，像被撕裂的画布，各自退回原位。我能感觉到身体被无形的力量拉扯，仿佛同时存在于2个地方，又哪个都不是。这就是结局。不，这是开始。分离的最后瞬间，他把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，一朵干枯的玫瑰。它在末世温室种的第一朵花，花瓣边缘还留着他当年不小心烫伤的胶痕。信物，无论在哪，它能让我们找到彼此。白光，再睁眼，站在现实世界的废弃建筑里，但不一样了。墙壁半透明，能看到另一侧的末世景象。有丧尸在废墟中游荡，却仿佛看不见我。界外者存在于2个世界的夹缝。金币碎裂了，变成普通金属，但干枯玫瑰发着微光，根系处还长出了新芽。我走出建筑，现实世界正常运转，没人记得公交车爆炸的异常，但偶尔我能看到裂缝墙角的阴影，水面的倒影，另一侧是末世。147号的芯片在我口袋里，冰冷、安静，偶尔发出细微的震动，像在呼吸。这是胜利，还是成为界外者的第30天？我学会了在裂缝间行走。现实世界的阴影，末世世界的废墟，都是我的通道。苏婉清在另一侧，我们通过玫瑰保持联系。她重建着末世世界，没有系统，没有玩家，只有幸存者。但147号的芯片开始发热。他在尝试破解封印，需要记忆能量加固。你的末世记忆虽然被封印，
但潜意识还有残留。怎么提取？梦境，每次你做梦，记忆会渗漏，收集这些渗漏就能加固封印。当晚，我主动入梦，洪水、丧尸、爆炸、背叛，所有被封印的记忆涌来。但这一次，我是旁观者，不是参与者。我看到自己如何利用避难所陷阱，如何引爆核弹，如何设计克隆计划，没有愧疚，只有冷静的计算。这就是我吗？梦境深处，147号的声音响起。你和我没有区别，都是利用一切生存的人。放我出来，我们一起统治2个世界。区别是你利用人，我利用规则。有区别吗？有，规则公平，人不公平。我用记忆能量加固封印，147号的尖叫消散。醒来时，玫瑰枯萎了一半，还有4瓣，4重梦境，4次加固，然后永久第2重梦境。核弹爆炸的余波未平，我看着陆明轩的航母灰飞烟灭。这一次，我注意到细节，147号在爆炸前0.3秒的扭曲，那不是自救，是把能量传送到某处。他早有准备，芯片只是幌子，真正的意识备份藏在系统分配给其他玩家的初始道具里。我猛然醒悟，300个玩家，300个道具。147号把自己的意识种子分散在所有道具中，芯片封印的只是一部分。要彻底消灭它，需要销毁所有道具，包括你的金币已经碎了，包括你的玫瑰。我看着手中的玫瑰，4瓣枯萎，1瓣尚存。这是你和我的唯一连接，也是147号的最后藏身之处。他故意让我们找到彼此，利用我们的联系作为桥梁。梦境崩塌，聪明，但太迟了。玫瑰已经污染，你每用一次，我就壮大1分。现实与末世的裂缝开始扩大，2个世界有融合的危险。选择吧，销毁玫瑰，永久分离，147号彻底死亡，或者保留玫瑰，找到共存的方法，但风险没有风险选项。我撕下最后1瓣玫瑰，玫瑰碎裂的瞬间，2个世界剧烈震动，不是分离，是重组。系统最后的公告来自虚无，检测到界外者自我牺牲，启动最终协议，世界融合，2个世界将合并为新现实，所有异常将被合理化。什么意思？末世会成为历史，异常未被记载的灾难，玩家会成为幸存者后代，你会成为普通人，但保留所有记忆。147号呢？意识种子无宿主将消散，白光笼罩一切。再睁眼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电脑屏幕上是新闻报道：考古发现疑似史前灾难遗址，专家称之为失落纪元。手机响了，母亲来电。晚上回来吃饭吗？走出公司，城市正常运转，但偶尔能看到某个路人的眼神，像经历过末世的玩家，某栋建筑的阴影，像地下堡垒的结构。他们不是 NPC， 他们是合理化后的幸存者后代，带着基因里的记忆。苏婉晴站在街角，不再是神灵，只是一个普通女人，但她看着我，眼神熟悉。记得这个吗？记得一切。这不是原来那枚，是新的失落纪元的纪念币。它发热的时候，说明有异常需要处理。界外者的职责还没结束。我以为我是普通人呢。你从来都不是普通人，你是财阀，用规则而非暴力改变世界的人。这个世界永远需要这种人。我接过金币，微微。新世界的第100天，金币第一次剧烈发热。地点：博物馆，失落纪元遗址展览。异常目标：一个展柜，里面是从永夜岛出土的古代计算机。博物馆闭馆后，我潜入展厅，计算机正在自动启动，屏幕显示倒计时147。不可能，它应该消散了。不是147号，是系统残余。147号的意识消散前，把核心代码写入了世界规则。每当有人怀疑现实，残余就会激活，试图重建系统。你是谁？前玩家，编号256。我在融合时卡住了，一部分留在系统，一部分来到现实。我知道怎么彻底清除残余。方法：让所有人相信现实，没有怀疑就没有能量来源。不可能做到。所以是宿命，我们永远要对抗这个幽灵。这是反制代码，能暂时冻结残余，但每用一次，你会失去一段记忆，不是末世记忆，是现实记忆。比如，你母亲的生日，你第一次恋爱，你选择。我接过芯片，金币烫得惊人，倒计时6。
我没有使用芯片，倒计时归零，计算机激活，但屏幕上不是系统界面，而是一句话。我相信我选择相信的。计算机崩溃，残余没有能量为止，消散。你怎么知道147号的规则是利用怀疑，但选择相信是主动行为，不是被动状态。他算不到这一步。那芯片留着，不是武器，是提醒。走出博物馆，天亮了。解决了。暂时，但他说的对，这是宿命，系统会不断尝试重生，因为怀疑永远不会消失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活下去，一次次选择相信，这就是财阀的方式，不是消灭风险，是管理风险。1年后，我开了家公司，做灾难预防咨询。那些设计图、地下堡垒、自动农场、核潜艇维护成了超前防灾方案，卖得很好。苏婉晴是合伙人，我们偶尔会收到金币发热的信息，偶尔处理异常事件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普通人。母亲生日那天，全家聚餐。你变了，以前更急躁，现在像经历过什么大事。也许吧，但我记得最重要的是家人。金币在口袋里微微发热，但这次不是警告，是共鸣。窗外，夕阳正好，两个世界的夕阳终于合二为一。未来。